那你先好好歇息，朕养心殿还有事，晚上再来看你。皇上才来就要走吗？朕还有折子要批。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。好。皇上慢走。宝娟，宝娟，小主，你怎么了？快叫许太医！来人呐，快传许太医！黎妃不要紧吧？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，探不出个什么。都说黎妃是睡眠不安，动了胎气，不要紧的。哼，但愿如此。熹贵妃吉祥，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。这花真好看。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，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。这花儿叫狐尾百合。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，可不和狐尾一样？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，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。有没有给黎妃送去？还没有。方才延禧宫说，黎妃睡眠不安，动了胎气，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。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。是，奴才知道了。娘娘，小主现在脉象平稳，并无大碍，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。有劳许太医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动了胎气？皇后娘娘，臣妾这些日子心烦，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。肯定会保不住，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。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，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，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。臣妾知道，若非娘娘安排，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。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。熹贵妃称病，不肯见臣妾。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。最主要，她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，绝无差池。机会是要等的。本宫已经问过太医，你这个孩子至多保6个月，若再不落胎的话，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。还有1个多月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臣妾知道。太医说了，这段时间切勿动气，也不要与皇上同房，以免震动了胎气，明白吗？是。把安胎药喝了吧，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。记着，这件事情不能宣扬，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相安稳。是。娘娘慢走。小主喜欢桃花，怎送来了百合？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宁心静神，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，放在娘娘的寝殿。许太医在，烦您帮本宫看看，那百合有无问题？好的。娘娘，百合确有凝神之效，娘娘失眠多梦，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。啊，那就搁那儿吧。这，放这儿吧。百合的送去了吗？都送去了，花房每日都在送。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，说花苞无事。黎妃呢也喜欢。几日后便是黎妃生辰，皇上自会去陪她，要我们操什么心？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就一味躲懒装病吧。我要不躲着她，那日她有什么闪失，要赖到我头上，我可吃罪不起。
写的真好，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龙月多了。哼哼，我见四哥写了一天的字，手都抖了，还不肯停下。你四哥最用功了。是啊，连皇上都说四阿哥开蒙最晚，天资最高，又肯吃苦，这是你教导有方啊。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了。三阿哥年龄最大，又由皇后抚养，自然风头过剩。可是以三阿哥的才智，做个守城之主都是勉强，何能成为明君？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呢。六阿哥还小，能成什么事儿啊？还是龙月最乖巧，学什么都一点即通。哎呀，这丝竹声响了一天，延禧宫还真是热闹。怀着身孕过生辰，自然是大喜。今日这花是我亲手打理的，好不好看？真是好看，娘娘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。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，算是添添喜气。送进去后，要在花蕊上勤洒些水，才能鲜艳持久。皇上，闹了一整天，终于能静下来，好好跟你说说话，喝点酒。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。喜欢热闹，更喜欢对着你。好像又大了些。5个月了。再有5个月就要出生了，一定和你一样乖巧。你好香啊！皇上，太医说了，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。已经5个月了，想来也无大碍。徐太医跟朕说过，你一切安好。可是太医也说过，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？两位娘娘，可不好了，丽妃小产了。小产就小产吧，你慌什么呀？回敬贵妃的话，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，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。韩珠，你看护龙月，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。是。小心！这么多血呀！皇上、皇后，快起来，去看看黎妃。是。教主，这些教主，这孩子，黎妃如何啊？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，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。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。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？何况这娘娘，怎么样了？出了好多的血，但太医说，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唉，是朕不好，都是朕。孩子没有了，嬛嬛，
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。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朕生下了孩子，梅儿也生下了孩子。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。可是蓉儿的孩子，是因为朕才没有的，是朕。没事没事，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，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？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。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。朕喝了些酒，又是与她独处，朕明知她。其实，黎妃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了。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？即便是……就算皇上宠爱黎妃，也应该克制自己。朕也知道。可是朕每与黎妃独自相处，总是情不自禁。前几次因记挂她有孕都没事，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。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，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。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。黎妃的事再要紧，也要紧不过朝政。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。是啊。黎妃这盘棋输了。黎妃这摊没得蹊跷。太医明明叮嘱过，不许与皇上亲近，黎妃怎么明知故犯呢？明知故犯的是皇上，可皇上为何这般把持不住呢？据奴婢所知，近日皇上并不多留宿于延禧宫，反而在宁嫔处住的多一些。会不会是黎妃想蓄意争宠呢？蠢呐！唉，但是这件事儿，本宫总觉得同永寿宫有脱不了的干系。永寿宫一直称病，对外撇得干干净净的。娘娘要不要彻查一下？不能。一旦彻查，就会知道黎妃她这一胎根本就保不住，并查出许太医和我们的关系。到时候连皇上对黎妃的怜悯也没有了，还会牵连到我们。那这事儿就只能含糊过去了。哎呀，没用这一胎扳倒熹贵妃，实在是可惜呀。娘娘不急，没了黎妃，还有的是新人呢。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，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，足以让他站稳脚跟。皇上，吃块点心吧。朕没胃口。自从黎妃出事，皇上一直郁郁寡欢，也要保重自己的龙体呀。黎妃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肯见人，也不爱说话。皇上，康常在来请安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这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熹贵妃吉祥。起来吧。臣妾听说皇上近来食欲不振，特地叫人制了些桃花酥来。搁这儿吧。你这个头饰，没心肝。
是吗？我自己不觉得。小主，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。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？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。其实，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。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我也好，这个孩子也好，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，迟早都是保不住的。小主，您别这么伤心。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。宝娟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自己好累，从来没有这么累过。可是我知道，等我身子骨好了，我又要受人摆布，又要去斗。可是宝娟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，动不动了。小主，你伤心糊涂了。你下去吧。甄嬛，原是我对不住你，报应不爽，应该的。皇后娘娘，闻闻臣妾今日点的这个香，觉得可好？香味细腻，清新静气呀。臣妾也是新得了这个宝贝，所以极力想推荐给娘娘试试。说到制香，宫中无人能比得上黎妃。那是当然了。吉祥，拿给皇后娘娘看看。是。黎妃宫中的凝露香真是个好东西，似百花清新。就这么一颗好东西啊，当真是个宝贝。宫中啊，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，便可留住皇上的心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皇后娘娘，男女相悦，有时不必动情，可用香药。这香当真是在黎妃那里得到的吗？皇后娘娘知道，臣妾没有诬陷黎妃的理由。这香有毒没毒？无毒。或许是黎妃一时糊涂，想留住皇上在身边罢了。黎妃小产那日，臣妾就很疑心，皇上酒量不差，怎能喝些酒就情动不能自制呢？明知黎妃有孕，即便皇上要行周公之礼，也不能太过鲁莽。为何如此的不分轻重？黎妃也明知自己有孕，为何不加以制止？所以臣妾就派人去查，结果在那日宝娟倒掉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。臣妾看过内务府的祭档，黎妃生辰前，皇上或是留在养心殿批折子，或是留宿在宁嫔处，一直很少去延禧宫。难不成黎妃为了争宠，仗着自己5个月的身孕，胎气稳固，才出了如此糊涂的主意？皇贵妃，这其中是否有所误会？黎妃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。是否有人陷害啊？熹贵妃的揣测也不无道理。吉祥，你来说。是。奴婢奉皇贵妃之命追查，结果在延禧宫后院看到了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炉，那灰烬中便有此物。奴婢请太医查证后，又问延禧宫的宫人，皆说所有的香料都由黎妃自己保管。奴婢趁人不防，也悄悄去看过，有几个要紧的盒子都用锁锁住，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。继续说。奴婢也按皇贵妃吩咐，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，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，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。
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，听宫女说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，不知为何又用了？还能为何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，还伤及了龙胎，实在可恶。娘娘别慌，只是搜宫而已。搜宫跟抄家似的，本宫知道永寿宫搜宫过，风水轮流转，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。风水是轮流转的，好日子过了头，坏日子就临头了。日子好坏，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。公公，找到了。阉人也是人，说的也是人话。得了，黎妃娘娘，往养心殿请吧。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，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？朕已命人搜宫，毕竟他刚刚失了孩子，褫夺封号将为答应，如何？臣妾以为，黎妃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教训，也算是够了。可是竟敢用此秽物魅惑圣上，秽乱后宫，断不可轻纵啊！虽然黎妃炮制迷情香有罪，但她失了孩子，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，也算是得到了教训。皇上就宽恕她这一回吧。而且黎妃调制香料也并非都无益处。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，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，果然是药到伤除，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。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，就宽恕这回吧。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，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？是。皇贵妃何以这样问？皇上，臣妾素来体弱，无福生养。刚才熹贵妃说起，臣妾倒想起一事。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，即便是有年世兰的刁难，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？如今想来，不觉得蹊跷吗？身体健壮，也架不住有人暗害。魏灵在哪儿？魏灵一直在殿外，等着给皇上请平安脉呢。叫他进来。传魏灵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你看看这个舒痕胶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？这。此物中有极
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熹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，是否都是因为你？既有当初，臣妾早已想到了有今日。离妃，你陪朕多年，从未有过忤逆朕的时候，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？臣妾不喜欢离妃这个名字。离妃，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儿。皇上，你又何曾有一丁点儿喜欢过臣妾？您对待我，就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，有什么区别吗？至于狠毒吗？在这深宫之中，谁没有狠毒过？有无人指使你？你可有什么要分辨？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请皇上赐罪。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，是因为在这宫里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。可是你的狠毒，已经超过旁人100倍。朕不让你死，还要保留你离妃的封号。延禧宫便是你的冷宫。等你养好了身子，朕会日日让人长你的嘴，让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。有你坐立，看宫中谁还敢放肆？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带他下去，禁足延禧宫。再不许人伺候。所有伺候过他的宫人，亲近者杖杀，其余变卖为奴，永世不许入京。朕便要看他自生自灭，免得谁杀了他，脏了自己的手。这炷香是为我未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。孩子在天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你看这花蕊的颜色，像极了迷情香。是啊，小允子无意中发现的香料，竟成了咱们扳倒安陵容的关键之物。画坊奴才日日送的虎尾百合，谁能想到，只是那一夜的花蕊中，多了一点儿被洒上水的香儿粉末。安陵容是1等1的制香高手，所以也用香给自己制了粉末。苏培盛说了，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。别叫他死了。苏培盛做事知道轻重，娘娘放心。皇上已经下令诛杀安必怀，斩立决，就在这2日。抽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他，父女一场，总要哭一哭以尽哀思。是。娘娘，苏公公来了。给熹贵妃娘娘请安。苏公公，娘娘，离妃说想见你。也好，有些事我也想当面问一问他。苏公公，悄悄的，别惊动了人。您放心，有奴才呢。还有一件事，离妃说想吃苦杏仁儿。皇上说了，衣食供应不缺，她还是离妃。
姐姐来了。姐姐瞧着我，是不是老了许多？和从前还像不像？妹妹容颜依旧，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。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，恐怕在后宫中早已死了几百回了。你知道我的刺绣是谁教我的吗？是我娘。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，我爹很喜欢她。当年，我爹还是一个卖香料的小生意人，靠我娘卖绣品，给我爹捐了个芝麻小官儿。我娘为我爹熬坏了眼睛，人也不似从前漂亮。我爹便娶了好几房姨太太。我娘虽是正房，可人老色衰，又没有心机，所以处处吃亏，以致我爹在最后连见他一面也不愿意。入宫后，华妃那样凶悍，皇后城府又深，连宫女都敢欺负我，我很怕。我每晚多做梦，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，瞎了眼睛，受人欺凌，生不如死。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，可是日子再难过，再要步步为营，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，特别是一直把你当作亲姐妹的人。曾经，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。你拥有那么多东西，高贵的出身，美丽的容貌，还有皇上的宠爱，而我却因出身低微，被常世人冷眼，还要因为你的得宠，受到华妃的羞辱。后来我知道了，你待我好，对我处处照顾，施以援手，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。你是要我代替沈眉庄去争宠，好巩固你在宫中的地位。自从入宫后，我们三人相依为命，你不愿做的事情，我绝不会勉强你。当日眉庄禁足，我若不与你联手，只能为人鱼肉。这苦杏仁好吃得很呢，在宫中待久了，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。你不要怨恨我，说我狠毒。其实，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。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垫脚石，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一回。我不得不争宠，不得不怨恨皇后，怨恨皇上，怨恨一切把我当棋子儿、把我当玩意儿的人。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？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？可在这后宫之中，哪有什么真心可言？说到底，我还是最怨恨你的，因为你什么都有了，临了了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
你若不完全昧了良心，你回头自己想一想，你害过多少人？我才不要回头。宫里的夜那么冷，那么长，每一秒怎么熬过来的，我都不敢想。再冷，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。什么暖不暖的？姐姐，反正你我是一辈子的仇人了。仇人？我不会恨你，也不想原谅你，因为太不值了。是啊，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的。皇后，杀了皇后！道歉，你的安稳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。这条命，这口气，我从来由不得自己。今日终于可以由自己做为主了。这样的朝霞，恰如我们当年入宫当选那一日。可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。娘娘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？丽妃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她也实在可怜。丽妃娘娘没了。